你看一下这个。对不起，晨晨，他不是你的孩子。你在说什么？说话呀！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当年，我姐姐突然来找我，她跟我说，她怀孕了。你怀孕了？孩子是谁的？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沈浩明的？你在说什么？你跟浩明哥不是已经分手了？是，可是我们一直才分开2个月啊。那他知道了吗？不敢保证孩子是他的。分手那天，我去酒吧喝酒，然后我遇到了一个华裔画家。那天我们2个都喝得特别多，然后就……可是真的就只有那一次。那画家是谁呀？他现在在哪儿呀？我连联系方式都没留。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后来，我姐姐就来找你了，告诉我，当年的亲子鉴定为什么证明陈真和我是亲父子的关系？为什么？全部都是我的错。我以为，只要你永远认定晨晨是你的亲生孩子，我和你这辈子的关系都无法割舍，以后在一起更顺理成章。是我知道你要去做亲子鉴定报告后，就用伪造的亲子鉴定替换了真正的结果。你就是个疯子。我知道我荒唐幼稚，这是荒唐是幼稚吗？是你自私。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他错。我现在就可以去金达，我去告诉他们晨晨的真实身份，这样你跟沈伯伯就能重新回到董事会了。方磊，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没有心的。你有没有想过晨晨未来怎么办？晨晨以后怎么办？晨晨现在好不容易认了浩明做爸爸，你知不知道我们做了多少努力？他做了多少努力？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晨晨，他只能待在我身边，你听懂了吗？
晨晨永远是我的儿子，我和妍妍是他父母，这个家就是晨晨的家。我知道，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对不起。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方磊正与韩卫平家中喝酒，醉意渐浓的方磊开始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的留学生活，韩卫平则表面装作倾听，实则暗藏心机，一步步引导方磊吐露更多关于沈浩明与他姐姐的过往。得知沈浩明曾与方磊的姐姐有过一段感情，甚至姐姐还意外怀孕的消息后，韩卫平的眼中闪过一丝算计的光芒。怀孕了，孩子是谁的？韩卫平带着这份珍贵的信息找到了他的干爹金达集团的曲总，曲总身旁站着的是屡次对许岩使绊的史蒂夫。面对韩卫平的汇报，曲总并未多言，只是冷冷地挥出一棍打在了韩卫平的手上，惩罚他这么久还没有得到有关的信息。无奈韩卫平为了获取更多情报，忍痛继续从方磊那里下手。而此时的方磊似乎已对这位一直照顾他的男人产生了情愫，不仅对他关怀备至，还主动说起之后为他挑选西装。然而当韩卫平提及许岩与沈浩明复合的消息时，沈浩明和许岩复合，但不会再离婚了。方磊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他终于意识到沈浩明的心中从未有过他的位置，是时候放下这段无望的感情了。韩卫平趁机追问方磊姐姐怀孕的细节，但方磊却不愿再提及那段痛苦的回忆，只是淡淡的说自己当时喝多了。演艺方面一场突如其来的资金危机打破了原有的平静，林涛焦急的四处奔波，却始终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最终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老家的金融机构。然而乔林在匆忙中未仔细审阅合同，便草率地盖上了公司的印章，这也为日后的麻烦埋下了伏笔。而另一边，沈浩明则沉浸在与许岩复合的喜悦中，同时他还成功与巴莱金先生达成了合作，事业可谓双喜临门。回到公司后，他兴奋地向父亲汇报了自己打算拿下一块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地块的计划，并表达了自己对开发该地块的信心与决心。这段时间的出色表现赢得了父亲的认可与赞赏。父亲决定在下周的董事会上正式宣布沈浩明进入董事会，这无疑是对他能力与努力的最高肯定。同时，父亲也语重心长地告诫沈浩明，未来无论在事业还是感情上，都要以诚信为本。伪造感情的美好经历或许能暂时掩盖真相，但终究无法长久。沈浩明深知父亲话中的深意，他联想到自己与许岩之间的感情，正是因为坦诚相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也明白，未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守诚信的原则，与许岩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你们能和好，我和妈妈在这。最重要的是，浩辰一定会非常高兴。是的。蒋亮得知许岩与沈浩明复合的消息后，心中虽有失落，但更多的是对许岩的祝福。他找到许岩，表达了自己愿意成为他坚实后盾的意愿，就像乔林一样，成为他永远的娘家人。许岩被蒋亮的真诚所打动，他深知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也珍惜与蒋亮之间的这份深厚情谊。回到家中，许岩与沈浩明、沈浩辰围坐在一起，享受着难得的温馨时光。他发现沈浩辰的心理状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再是那个孤独封闭的男孩，而是变得开朗自信起来，这让他感到无比欣慰，也更加坚信他们之间的生活将会越来越美好。曲总身为沈父多年得力帮手，看着沈浩明长大的人，突然主动找上门来。沈浩明深知曲总此行目的不纯，但出于礼节和表面的和谐，还是特意安排人泡上了曲总最爱喝的大红袍来招待他。两人坐在会议室里，表面上客客气气，实则暗流涌动，彼此都心怀鬼胎，却又都默契的没有点破对方的意图。曲总在离开沈浩明的办公室后，坐在车里开始盘算起股份的事情。经过一番分析，他发现目前自己在股份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型。他打算让韩卫平去深挖沈浩明孩子的事情，一旦这个秘密被曝光，他就可以利用舆论的压力，在后续的股份争斗中轻松占据上风。韩卫平接到曲总的指令后，开始四处寻找突破口。这时他得知陈琳正为女朋友生日的事情而苦恼，韩卫平眼珠一转，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主动找到陈琳，表示自己愿意在女朋友生日那天帮忙送沈浩明回家。陈琳正为如何安排沈浩明的行程而发愁，听韩卫平这么一说，便欣然答应了。到了晚上，韩卫平如愿以偿地送沈浩明回家。将沈浩明送上楼后，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离开，而是悄悄地脱下鞋子，蹑手蹑脚地在房间里开始寻找有关沈浩辰的消息。经过一番仔细的搜寻，他终于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发现了藏着秘密的保险箱。然而当他尝试用沈浩明的生日和车牌号作为密码时，却都以失败告终。就在韩卫平感到有些沮丧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许岩。他想起沈浩明和许岩结婚的日子是2023年
年9月20号，心中一动，便试着输入了这个日期，没想到保险箱咔嗒一声，竟然成功打开了。第二天，各大新闻网站和媒体纷纷开始报道金达集团的事情，他们大肆宣扬金达集团内部高管未婚生子的丑闻。一时间，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股东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要求沈父和沈浩明前来召开股东大会，要他们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此时的沈浩明也发现了保险柜里的亲子鉴定报告不见了，他心急如焚，立刻安排管家将沈浩辰接回家，生怕孩子受到任何伤害。同时，他让陈琳想办法将媒体上所有的新闻全都撤下来，强调这涉及到孩子的身心安全，必须尽快处理。然而，流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入了沈浩辰的耳朵里。在学校里，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开始对沈浩辰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沈浩辰，你今天有名了，成大明星了。啊？什么意思啊？你哥其实是你爸这件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们再胡说八道，这不就打死你！别打了！老师虽然及时出面阻止了同学们的不当行为，但沈浩辰的心里还是留下了深深的芥蒂。在跟着管家回去的路上，沈浩辰拿出手机，看到了网上那些关于自己的流言蜚语。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痛苦。真相暴露后，金达集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股票开始一路下跌。曲总看到这个局面，心中暗自得意，他也开始准备收购更多的股份，企图进一步掌控金达集团。董事会上气氛紧张的如同即将爆炸的火药桶，曲总率先发难，说起目前外界传出的风波，言辞犀利地指责沈浩明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众人也纷纷附和，一直强调股票跌落的事情，要求必须立刻做出回应，否则公司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就在众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沈浩辰突然出现在了会议室门口。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们在开会，你先出去吧。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沈浩明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他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先将沈浩辰抱出去。面对沈浩辰的质问，沈浩明却无言以对，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这一切，他只能让陈琳先送沈浩辰回家，承诺之后再向他解释清楚。然而等到沈浩明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却发现沈父再也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了。面对这么多人的谴责，沈父的脑袋一片空白，身体也开始摇摇欲坠。沈浩明赶紧上前扶住父亲，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离开了会议室。大家拭目以待吧！啊，看看这位老大哥能拖到什么时候？目前市面上有好几家公司都在大批量收购金达的股票，最多的是思拓建筑，收购了多少3.7%，还在不断增长。沈浩辰身世曝光，给金达集团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公司股票价格下跌。曲总瞅准这个绝佳时机，开始大批收购金达集团的股票，妄图进一步掌控公司的命脉。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过这个已经陷入困境的家庭。就在曲总大肆收购股票的同时，沈浩辰竟私自跑下车，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这个年幼的孩子在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暴下，内心充满了恐惧与迷茫。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眼前的混乱。独自坐在路边的沈浩辰，眼神中满是无助与彷徨。这时韩卫平意外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韩卫平深知沈浩辰此刻最渴望的是什么，他巧妙地利用了孩子对母亲身份的好奇，声称自己能够带着他去见到亲生母亲。那你想不想知道你妈妈是谁？想。那我带你去见她。年幼的沈浩辰哪能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于是便跟着韩卫平上了车。车子一路驶向一个偏僻的地方，最终停在了一座破旧的建筑前。韩卫平让沈浩辰暂时待在阴森的建筑中，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等会儿会把他的妈妈接来这里。单纯的沈浩辰信以为真，乖乖地留在了那里，却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陷入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另一边，沈浩明在得知沈浩辰失踪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韩卫平发来的照片，照片中显示沈浩辰就在永祥大厦。沈浩明立刻通知警方前往救援，同时打电话让许岩跟着自己一起去接沈浩辰。当他们匆匆赶到永祥大厦时，终于发现了背后搞鬼的人正是韩卫平。沈浩明怒不可遏，立刻追上去拦住了韩卫平，将他狠狠打倒在地，并厉声质问他沈浩辰的下落。得知消息后，他立刻通知许岩前去。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将沈浩辰从那座破旧的建筑中接了出来。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刚走出大厦，外面竟然全是记者，他们纷纷围上来问起有关沈浩辰的事情，场面瞬间变得混乱不堪。沈浩辰本就脆弱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他突然挣脱了沈浩明的怀抱。看来沈浩辰也很想知道真相，能不能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为了尽快解决这场混乱，保护孩子不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许岩大声说到自己就是沈浩辰的妈妈，并恳请记者们不要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在许岩的恳求下，众人终于渐渐散去，他们也得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第二天回到家中，沈浩辰仿佛变了一个人，他静静地坐在房间里，面对端上来的饭菜一动不动，一个人默默地坐着，话也不说。他的眼神空洞而迷茫，众人才意识到这次身世曝光的事情对沈浩辰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与此同时，沈父这边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曲总凭借这次身世风波引发的危机，成功收购了16%的股份。
在金达集团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沈父和沈浩明这才如梦初醒，明白了金达内部的鬼和出卖沈浩辰身世的人就是曲总。此时的曲总也不再伪装，他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他诉说着自己多年来在公司被排挤的委屈，这次终于有机会坐上头部的位子。既然已经鱼死网破，他也不再在乎什么情面和规矩。哎，大侄子，韩卫平是你的律师吧？他是我的大儿子。然而就在曲总得意忘形的离开时，沈父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晕倒在了地上。众人惊慌失措，赶紧将他送往医院进行急救。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医生告知众人，沈父脑部出血，虽然目前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但暂时还在昏迷之中。他们才明白一切似乎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另一边许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沈浩辰面对他的各种劝说，就像一块木头，毫无反应，听不进去任何话。许岩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留在房间内默默地陪着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温暖和关爱慢慢融化孩子心中的坚冰。就在这时，乔林来到了这里，他告诉许岩，于一鸣已经去医院照顾沈父了，自己这次前来是希望许岩在照顾别人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公司的事情他会处理好。然而看着林涛不易察觉的表情，隐隐感觉到严一方内部似乎也有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酝酿。谁也没料到林涛自始至终的念头竟从未有过丝毫动摇。我想干的从始至终都没变过，和于一鸣分手，跟我回老家结婚。这一真相的突然揭露，瞬间让乔林清醒过来，他这才惊觉原来长久以来与林涛相处的每一刻都不过是他精心编织的谎言。以严一方现在的运营情况，根本达不到银行的放贷标准，还不是因为看了我那张报表才瞒天过海。得知这样的欺骗行为，那可是要吃牢饭的。结果林涛却吓乔林，说摄像头拍的有盖章动作，自己没有强迫，而且公司法人是许岩，只要和自己闹翻，那许岩就去吃牢饭。一听到这里，乔林也不笨，于是假装讨好说那怎么办。林涛一看乔林软下来了，就说只要和自己去老家结婚，自己就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于是乔林就先稳住他，可林涛也不笨，就让乔林立马搬走和一鸣分手。于是乔林就开始躲着一鸣，连上班都是对方走了才出发，结果还是碰到了并且扭伤。这一扭伤不要紧，林涛得知后赶来让乔林当面和一鸣分手，这才让乔林难办。好在聪明的乔林还有一招，那就是不正眼看一鸣，这样一鸣也能感觉不对劲。于是在戒指给出去后，一鸣就在家里蹲点，在乔林搬家时出现，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结果乔林却说都是成年人，是不是要成熟点。这一句话一出，一鸣感觉不对，因为不成熟这个说的一直都是林涛之前死缠烂打，所以他联系了许岩，而妹妹许岩刚好已经忙完赶回来。于是知道这件事情后，许岩表示事情不正常，因为银行那边也不是吃素的，这种假的账目不可能看不出，毕竟可是要层层考核的。于是乔林拿出录音，当时林涛请他吃饭说账目的事情，自己就立马拿笔记录了。现如今他自己做假的账目都录得清清楚楚。随后许岩表示给贷款的小芳应该有问题，乔林这才想起来当时签合同自己要请他吃饭，林涛好像很害怕两人接触，连电话都不让给，所以姐妹两个准备演戏套路林涛后去接触小芳。随后许岩还让乔林和男友实话实说。随后得知这些后，一鸣表示这些自己都不责怪，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以后，两人早就不是单纯的谈恋爱，而是各自都懂各自的心。随后许岩就在开会时故意表示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让乔林去天津出差。随后林涛还没开口问，许岩就说最近对接几个新厂，需要林涛这个财务把报表整理出来。随后乔林也说自己只去一天后就回来和他吃饭，到时候回老家结婚。林涛想着自己有把柄，所以乔林必定不会走，于是就在约定的这天开始准备求婚的场景。殊不知等自己单膝下跪，等来的却是一鸣和乔林。乔林表示自己找了小芳，小芳给自己看的账目是公司实实在在的账目，林涛并没有作假，只是在吓自己。看在林涛还有点良心，自己可以不追究。于是就这样，林涛和乔林也彻底完了。而经历过这么多以后，一鸣也和乔林走进了婚姻，并且拍了自己喜欢的风格，而林涛也回到了老家，继续自己的新生活。自此乔林、林涛和一鸣的结局也就此结束。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沈家也遭遇了重大变故，沈父突然心跳停止，生命危在旦夕，医生们迅速展开抢救，经过一番紧张而有序的操作，终于将沈父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各项生命指标也逐渐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得知消息后，许岩立刻赶到医院，承担起照顾沈父沈母的重任。他温柔地劝解沈母不要过度担忧，同时承诺会照顾好沈浩辰，让沈母安心。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陪晨晨，我留下来，好吗？好。在楼梯间，许岩找到了情绪崩溃的沈浩
浩明。这位平日里坚强的男人，此刻却显得如此脆弱。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即便是他也感到难以承受。许妍轻轻地将他拥入怀中，希望用自己的温暖给予他片刻的安宁。沈浩明声音颤抖地诉说着，这么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亲总是能稳如泰山地解决一切。但这次当他亲眼看到父亲心脏骤停的那一刻，他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慌张。他害怕这座一直为他遮风挡雨的大山会突然倒下。许妍默默地听着，虽然无法为他分担所有的痛苦，但他愿意成为他坚实的依靠。之后，沈母决定回家照顾沈浩辰。他看着房间里沉默寡言的儿子，心中充满了忧虑。在他的耐心劝导下，沈浩辰终于同意和他一起出去散心。然而，就在他们走出家门不久，意外地发现有人在暗中偷拍。这一幕再次触动了沈浩辰敏感的神经。不许拍我！收起来！他情绪激动地跑回了家中。当沈浩明赶回家时，发现沈浩辰已经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之前的哭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心中一紧，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果断地撞开了门。只见沈浩辰昏倒在房间中，脸色苍白如纸。他立刻联系了医生，经过一番紧急处理，医生告诉他们，沈浩辰是因为长时间进食过少导致的低血糖而晕倒，而且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自闭症状，必须及时接受治疗。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许妍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带着沈浩辰回到乡下的姥姥家休养，而沈母则留在医院继续照顾沈父。当沈浩辰来到姥姥家时，姥姥看着这个状态不佳的孩子，心中充满了怜爱。她拉着沈浩辰的手，一起走进家中，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然而沈浩辰却依然像之前一样，只是吃了很少的一点。饭后，许妍向姥姥讲述了沈浩辰最近所遭受的打击，希望在乡下的宁静环境中，他能够逐渐恢复过来。姥姥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心中已经有了打算。其实除了血缘关系，人与人之间，其实更主要的是真情换真情。第二天清晨，姥姥看着依然食欲不振的沈浩辰，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去掰玉米。他还特意让沈浩明也跟着一起去，说是要让他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为了激发沈浩辰的积极性，姥姥还使出了激将法，说他在自己这里白吃白住，必须要干活才能弥补。在众人的鼓励下，沈浩辰终于背上了背篓，踏上了前往玉米地的路途。到底怎么回事？晨晨，他不是你的孩子，是我用伪造的亲子鉴定替换了真正的结果。许我耀眼的大结局来了，于一鸣和乔林修成正果，许妍和沈浩明双双成就。他们一个成了金达总裁，一个带领严一房陪在丈夫身边。如果许总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进行签约仪式。沈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结局很美满，但过程真的很心酸。方磊拿出的这份检测报告太伤人，女人不知道他们为了安抚孩子付出多少。两人带着晨晨回乡下散心，也是在姥姥这里。谁也没料到林涛自始至终的念头竟从未有过丝毫动摇。我想跟你从始至终都没变过，和于一鸣分手，跟我回老家结婚。这一真相的突然揭露，瞬间让乔林清醒过来，他这才惊觉原来长久以来与林涛相处的每一刻，都不过是他精心编织的谎言。以严一方现在的运营情况，根本达不到银行的放贷标准，还不是因为看了我那张报表才瞒天过海。愤怒与失望交织之下，乔林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他打算揭发林涛做假账的恶行。然而林涛却在此刻抛出了许妍作为挡箭牌，还狡猾地指出公司文件上的印章是乔林亲手盖下的。他给乔林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在1个星期内与于一鸣分手。就在这一连串的风波中，严一方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仿佛风雨中的小船，随时可能被巨浪吞噬。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沈家也遭遇了重大变故，沈父突然心跳停止，生命危在旦夕。医生们迅速展开抢救，经过一番紧张而有序的操作，终于将沈父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各项生命指标也逐渐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得知消息后，许妍立刻赶到医院，承担起照顾沈父沈母的重任。她温柔地劝解沈母不要过度担忧，同时承诺会照顾好沈浩辰，让沈母安心。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陪晨晨，我留下来，好吗？好。在楼梯间，许妍找到了情绪崩溃的沈浩明。这位平日里坚强的男人，此刻却显得如此脆弱。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即便是他也感到难以承受。许妍轻轻地将他拥入怀中，希望用自己的温暖给予他片刻的安宁。沈浩明声音颤抖地诉说着，这么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父亲总是能稳如泰山地解决一切，但这次当他亲眼看到父亲心脏骤停的那一刻，他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慌张。他害怕这座一直为他遮风挡雨的大山会突然倒下。许言默默地听着，虽然无法为他分担所有的痛苦，但他愿意成为他坚实的依靠。之后，沈母决定回家照顾沈浩辰。他看着房间里沉默寡言的儿子，心中充满了忧虑。在他的耐心劝导下，沈浩辰终于同意和他一起出去散心。然而就在他们走出家门不久，意外地发现有人在暗中偷拍。这一幕再次触动了沈浩辰敏感的神经。不许拍我！收起来！他情绪激动地跑回了家中。当沈浩明赶回家时，发现沈浩辰已经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之前的哭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心中一紧，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果断地撞开了门。只见沈浩辰昏倒在房间中，脸色苍白如纸。他立刻联系了医生，经过一番紧急处理，医生告诉他们，沈浩辰是因为长时间进食过少导致的低血糖而晕倒，而且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自闭症状，必须及时接受治疗。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许言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带着沈浩辰回到乡下的姥姥家休养，而沈母则留在医院继续照顾沈父。当沈浩辰来到姥姥家时，姥姥看着这个状态不佳的孩子，心中充满了怜爱。她拉着沈浩辰的手，一起走进家中，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然而沈浩辰却依然像之前一样，只是吃了很少的一点。饭后，许言向姥姥讲述了沈浩辰最近所遭受的打击，希望在乡下的宁静环境中，他能够逐渐恢复过来。姥姥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心中已经有了打算。其实除了血缘关系，人与人之间，其实更主要的是真情换真情。第二天清晨，姥姥看着依然食欲不振的沈浩辰，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去掰玉米。他还特意让沈浩明也跟着一起去，说是要让他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为了激发沈浩辰的积极性，姥姥还使出了激将法，说他在自己这里白吃白住，必须要干活才能弥补。在众人的鼓励下，沈浩辰终于背上了背篓，踏上了前往玉米地的路途。老人家给大家出了主意，让孩子边种地边试验。他们父子一同协作，慢慢地安抚孩子，让他渐渐打开心结，一点点地接受真相。也是在一天过后，沈浩辰打开冰箱一无所获，跑去买吃的时候，男孩在岔口走丢。沈浩明醒来疯了一样跑出去。这么多天他第一次训了他。我在这儿，招呼都不打，走出来干嘛呢？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看到儿子跑坏了鞋，男人立马蹲下，把衣服披在儿子身上，轻轻把他背回了家。而沈家的困境远远没有结束，沈爸爸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为了拿回父亲的心血，沈浩明以父亲白手起家的企业金业公司的名义，拿出沈家自己的积蓄，参与新地块的投标。沈浩明与黄总一起给曲总安排了一场大戏。他们先是故意做出一副疏远的样子，引诱曲总上钩，套出男人投标的内幕后，一举揭发了这个不择手段的畜生。金达董事长许明成主导策划了这场彻头彻尾的围标行动。男人被叔叔当场带走，沈家父子笑到了最后。其实沈爸爸早就醒了，他一直的装睡，只是为了麻痹这个男人。方磊突然良心发现留下的报告，让所有人都失了分寸。沈浩辰是姐姐和别人的孩子，大家都很生气。他们在乎的不是真相，而是沈浩辰的感受。方磊，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有没有想过晨晨未来怎么办？晨晨以后怎么办？晨晨现在好不容易认了浩明做爸爸，你知不知道我们做了多少努力？他做了多少努力？在得知沈浩辰身世真相的那刻，沈浩明一把撕掉报告。和许燕一样，他一如既往地爱着这个孩子，不管孩子和自己有没有血缘关系，他们都是沈浩辰的父母。韩卫平则是走了狗运，男人在扳倒沈浩明后就被卸磨杀驴，恰好躲过了这场风波。方磊走了，再也没脸留在国内。临别和韩卫平见了最后一面。你跟我一起走吧，你就是个烂人，还不如就烂在我手里，免得你去祸其他人。至于许言，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把奶奶接到大城市，他们一起过节，一起包饺子，也完成自己最终的目标，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里。最新的地块开发，沈浩明用金业的名义投标，以合作的方式交于金达一起开发。男人借此成功入驻董事会，成为金达集团新任总裁。但新地块的发展，他离不开许言的支持。就有请我们特聘的艺术总监，国风潮牌著名的严一方创始人。各位董事，你们好，我是许言。许言负责设计，沈浩明负责盖房子。原本两两相厌、互相利用的一对骗子，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夫妻。他们会一起出发，一起向前，一起在合同上落笔，用最爽的方式给我们带来最好的大结局。
赵露思新剧空降开播，女人为了嫁入豪宅，不惜雇人伪装自己的父母。资料上个星期就已经给到过了，我希望二位能够熟背，不要有任何意外发生。您的专业是 Environment Build。他亲手打造自己的名媛人设，父亲是外国知名大学的教授，自己则是在国外刚刚回国。男方母亲却微微一笑，她不相信徐岩真的出身名门。这所大学我去年去参观调研过，校内食堂很糟糕，都是白人餐。倒是有家中餐馆，北京烤鸭非常地道，你们去吃过吗？徐岩对此早有准备，他不仅带着2人出国一趟，还在附近做了超级详细的实地调研。TF 畅子吧？啊，我跟妍妍爸爸那是经常去的，不过那家是川菜馆，没有北京烤鸭的。招牌菜呢是麻婆豆腐。但对方还是不肯相信，接着就问起徐岩父亲的工作，因为他这个教授在网上查不到任何记录。我爸爸他是不授课的，他只担任校内研究所的研究员，所以可能国内的百度上确实查不到。为了让对方相信，徐岩还准备了父亲的很多著作，就连原作者的签名都被这个演员临摹了很多次。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因为孙浩明带自己回家的时候，徐岩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甚至在这些阔太太的眼中，徐岩连条狗都不如。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孙太太故意看着许岩出丑，就连下人都能感到许岩的格格不入，孙太太自然也不例外。她故意排挤许岩，把她当下人一样使唤，让女孩跑腿去拿外卖，话里话外都是嘲讽。我在会所点了几个菜，一会儿做好之后你去取一下，出门右拐你能找到的。小许，今天人多，也没法跟你好好聊聊天。一会儿啊，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你先回去吧。第2次再见男方家长，许岩提前做了准备，还约在特别高端的餐厅见面。谁知这次来的不止孙太太，还有很多别的女人。这些女人年轻漂亮，还各有家族背景，不是金融投行，就是国际律师，能在各个方向帮助孙浩明。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在观察许岩，外表漂亮却老实乖巧，既不能融入阔太太的圈子，被人欺负了只会忍让。他的家境一定不好，他就是在逼走许岩，因为他的儿子只能听他的安排。像这样的女孩才适合浩明，马上和浩明分手，免得自讨难堪。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咄咄逼人没有让许岩退缩，反倒把他逼到了另一个赛道。从这一刻起，许岩为了嫁入豪门，已经彻底黑化，不惜编造一场弥天大谎。 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这也就有了刚开始许岩雇人假扮父母的事。而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谎。许岩的出生并不被父母期待，他刚出生就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父亲不想要他，是外婆将他救下，但他渴望一个美好的家庭，便在作文里虚构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后来他还将自己的姓改成了和外婆的一样。18岁的我改了名字，从乔岩成为许岩，跟姥姥姓。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姥姥过上好日子。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作为母亲，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吗？虽然许岩对于父母的回答天衣无缝，但沈母一直都对他的身份抱有怀疑的心态。于是，在饭桌上，他一直都在观察许岩一家，试图在他们身上看出一些破绽。很快，他发现许岩的母亲不停地给许岩加鸡蛋吃，可许岩却纹丝不动，很明显是不能吃鸡蛋的。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要听实话。这番话说的许岩差点招架不住，但他很快就有了对策。先是对沈母说对不起，说自己说谎了，表示自己从小是跟姥姥在一起生活，父母为了前程抛下他很早就出国工作了，所以自己基本没怎么见过他们。接着他对沈母打起感情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和母爱。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不是因为要结婚，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们。其实许岩在这里也算是说了真话，他从小确实跟姥姥一起生活，父母将他生下就不管不顾，只将姐姐带在身边。但6岁的时候，姥姥为了让他能有学上，坚持让女儿把他带了回去。许岩本以为回到家里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到了才发现，在这个家里他仿佛是个外人，父母只疼爱姐姐，他们还嫌弃自己是个累赘。本以为只要好好学习，拿到好的成绩，就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钱，父亲为了能让姐姐考大学，还特意到学校不让她再继续读下去。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我正在跟你的老师谈话。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凭我是你爸，凭我是一家之主。任凭许岩怎么哀求，
父亲就是无动于衷，还一个劲地说家里穷，让许妍懂点事。可许妍却不明白，明明自己和姐姐都是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姐姐就能考大学，能得到他们全部的宠爱？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对我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人给小李？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我究竟是什么坏孩子？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怎料父亲听完后，非但没有感到愧疚，反而觉得许妍不孝顺，恼羞成怒下，直接打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彻底将许妍的幻想破灭，她不再期待父母的爱。好在家里还有姥姥陪着她，她哭着跑回家，不停地拍着门呼喊着姥姥。来了。许妍抱着姥姥，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自此后，许妍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兼职，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电视台当策划，但她的目的是当一名主持人，奈何没有人脉，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而没有背景的她成为主播的发泄筒。为了保住工作，许妍只能忍气吞声，但很快事情就迎来了转机。在一次采访中，她结识了一名超级富二代沈浩明，男人帅气多金又体贴温柔，见他很冷，直接关掉了空调，宁愿自己热得脱衣服也没有一句怨言。会议结束后，许妍因为发烧直接晕倒了，沈浩明赶忙将她接住。等许妍醒来后，看见了自己手上的卡通创可贴，心里顿时暖暖的。这是许妍除了姥姥以后第一个对她有善意的人，所以不免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别样的感情。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积血流血，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经历过这次后，两人接触久了就慢慢在一起了。沈浩明更是带着她回家见父母，可沈母却对他不满意，处处刁难他。而为了嫁入豪门，许妍不得不捏造身份，将自己打造成白富美。可身在豪门的沈母对许妍的身份很是怀疑。一顿饭后，他开门见山地询问许妍。许妍见状，为了圆谎开始卖惨，而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有眼前的父母和身份是假的。他的卖惨也成功打破了沈母的怀疑。父母有父母的难处。可沈母打心眼里对许妍的身份有所怀疑，便通过各种办法小心试探着她，想要查出破绽。可每次都被许妍巧妙化解，让她觉得许妍这个女孩子十分聪明，很难对付。这天，她正在跟朋友们一起遛狗，许妍过来后，她就开始端着架子，什么也没有说，让自己的朋友们将许妍羞辱了一番，接着就去逗狗，将许妍独自晾在一旁。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品味都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急着订婚期。而许妍第一次买奢侈品就被嘲笑，对此很是无奈。于是她趁和保姆出去买菜，问问她沈家人的爱好，迫切想要从中获取一些信息。可保姆因为上次和她说话被沈母发现，早就被叮嘱过，什么事情都不敢跟许妍说。但这一趟她也没有白来，在保姆口中得知，沈浩明之前交过好多女友，但都因为沈母不满意，再加上她那些好姐妹在背后出招，就把这些女孩通通赶走了。许妍一听瞬间明白，要想攻略未来婆婆，就要先融入她这些好姐们的圈子里。自此后，许妍便开始对这些豪门阔太们马首是瞻。他们在打球，自己就在旁边捡球跑得很欢，根本不知道人家正坐在一旁讨论他。我看这姑娘不显山不漏水的，还挺有城府的。虽然许妍没有融入到他们的圈子里，但她这趟也没有白来。她发现沈母一直都是大家吹捧着的对象，直到曲总的到来，她的闺蜜们看见曲总后瞬间一拥而上。虽然沈母表面上伪装得很好，丝毫没有变化，但她还是能感受到她很不开心。于是她立马想到了办法，为了能搭讪到曲总，她做了许多攻略，发现曲总对昆曲十分喜欢，尤其是水袖。她来到昆曲培训班，看到曲总很是卖力地跟着教练练习水袖，刚好她小时候也学过一些基础，便想着借这个机会报一个班，专门学习水袖。而她上来也直奔主题，只学习水袖这一种。可不可以直接教我水袖、水袖花，哪怕是不吃不睡，多长的时间能练好？最快也得1个月。自此后，许妍很是努力，在教室练习，在家里练习，工作的时候也在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努力终于被曲总看见。曲总看到这个小姑娘练得很刻苦，而且零基础就很好，忍不住想邀请许妍来参加自己举办的昆曲大赛，还向她请教水袖花的技巧。随着两人相处逐渐熟络，许妍也偷听到她最想要的资源，那就是莱茵国际学校的入学名额。她灵机一动，找到沈母的闺蜜美玲姐帮忙，因为美玲姐有莱茵校董的人脉，而她的丈夫也需要曲总丈夫的投资，所以她建议美玲姐带着校董来参加自己的节目，她则跟曲总牵桥搭线。一切准备就绪后，许妍又
找到曲总邀请他参加，告诉他这档节目不仅来音效懂绘曲，自己还给他量身定制了昆曲环节，这让曲总很是心动。节目开始后，许岩更是利用节目环节帮助3个各需所需的人建立关系，而这档节目播出后效果也是极好，收视率一路飙升，许岩也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而他更是将利益最大化，来到沈家给足沈母面子，给她的好闺蜜们名额上节目，并且将这些好的事情都推给沈母。沈母听完后很是受用，觉得许岩很是有格局，第一次让他坐到自己身边。会办事的人不少，有格局的不多。想要抓住每一次翻盘的机会，就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过就是拿你有的换你要的。许岩，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野心有手段？我能挖独家，能做全链条，有专业能力，我凭什么不争不抢？我从来不觉得有野心有手段是句坏话，就当你在夸我了。原来许岩通过策划的家宴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升，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还不用看电台一姐的脸色。可对方却很不服气，认定许岩就是靠富二代男友才有的今天，甚至以前辈的身份提前来抢许岩的化妆时间。许岩不想为难化妆师，便让他先化妆，可孙思维却不依不饶，嘲讽许岩就录了一次节目，就以为能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许岩听完后并没有生气，而是拿出自己的成绩，表示不仅仅是这个节目，还有其他节目邀请他，而且自己的节目播的时候平均收视率是4，孙思维的却是1，谁有实力这不是很明显？孙思维听完后瞬间破防，嘲讽许岩要不是绑上了个富二代男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收视率？还造谣许岩的策划案是不是都是男朋友买的？但许岩丝毫没有生气，而是微笑着对了回去，气得孙思维直接摔了化妆刷。可他明明记得许岩刚来公司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有一对父母在国外，还成了高知家庭。小助理觉得许岩有没有可能是富家千金隐瞒身份，勤工俭学体验生活？毕竟她要嫁的还是建筑业的太子爷，身份肯定是经过调查的。但即使这样，孙思维还是对许岩的身世抱有怀疑。另一边，沈浩明来接许岩，许岩很是高兴，还让他帮自己选一下下一次节目的菜系。而沈浩明为了庆祝他成为主持人，特意挑选了一串珍珠项链给他戴上。但许岩却表示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新闻主持。沈浩明听完后鼓励他，既然想要就努力去做。可许岩深知自己跟男友的出身不同，他根本不会体会到自己一路的艰辛。新闻主播竞争是很激烈的，更别说我这种从来没有播过新闻的人，难上加难的。对于别人或许很难，但对于你，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我总觉得你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两人现在看似幸福，但许岩内心却无比纠结。如果男友知道自己的身份后，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自己？隔天，许岩来到沈家，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瞬间就起了生理反应。但为了不让沈家人看出异样，他只能强忍着内心的不适。这时，沈父询问他知不知山西的大云县，许岩直截了当的承认，并且说自己姥姥就是那里的人。现在大云县发展的非常不错了，变化挺大的。另一边，乔家父母在县城里开着一家理发店，在他们眼里，许岩在比乔林优秀，依旧偏心乔林。我记得小的那个去上班了，你说有什么用？平时连个电话也没有，就逢年过节啊发一条信息，还是我们家琳琳好，安安心心的待在父母身边，那才是我们的小棉袄。与此同时，乔林在上班的时候被骚扰，他忍无可忍，直接回击了过去，没想到反被对方倒打一耙，被抓到了警察局。最后还是男友将她接了回去，可回去后非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被男友父母一个劲的指责，觉得这件事闹到警局很是丢人，认为他就是个惹事精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根本不给乔林说话的机会。而乔林的男友也是个窝囊的，两人在商量婚事的时候，男友一切听父亲的，将婚礼的花费细节全部都报给他，就连收的礼金不跟自己商量，都要悉数交给父母，甚至面对母亲对乔林的诋毁也一句话也不说。此刻的乔林再也忍不了，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要说的话。阿姨，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行吗？我阴阳怪气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横冲直撞的，怎么什么事都不过你大脑啊？今天的事情明明是乔林受了委屈，可男友父母却一个劲的怪他，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男友的事业。夫妻俩的嘴根本就像机关枪一样，嘟嘟嘟的说个不停，让乔林根本没有一个缓和的余地。乔林看了看窝囊的男友，终于忍不住选择分手不结婚。可乔家父母得知后，嘴里边都是说男友是银行工作，要多好有多好，根本没有顾虑过他愿不愿意。于是乔林决定离开这个家，去大城市找妹妹许妍。为了成功嫁入豪门，穷女孩将自己伪造成名媛千金。可就在她成功骗过未来公婆，即将和男友结婚的时候，乡下的亲姐姐却找了过来。妍妍，乔妍。乔林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妹妹，可许妍压根不想见到她。她现在只想先把乔林支走，因为男友马上就要过来接自己了。但乔林拉着她就往外走，可越不希望什么就越来什么。两人刚走出去，就迎面撞上了沈浩明。妹妹好。
这位是？我是表姐，她来找我。乔琳没想到妹妹竟然告诉男友自己是她的表姐，但她并没有当面拆穿。随后许岩将沈浩明支走后，带着乔琳来到酒店。乔琳再也忍不住质问许岩，为什么不跟男友说自己是她的亲姐姐？我和姥姥落在一个户口本上，我姓许，不姓乔，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的亲人只有姥姥。乔琳听到妹妹说的那些话，心里不伤心是假的，但她是既得利者，根本不知道许岩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难。在她眼里，许岩就是乔家的一份子，是她的亲妹妹。可自从乔家父母将所有宠爱都给了她后，许岩就不再对那个家抱有希望了。而乔琳也没有想到妹妹会对自己这么抵触，要是知道，她说什么也不会过来找她。现在没有外人在，许岩也懒得装，直接说明自己并不欢迎这个姐姐的到来。如果她只是待几天就走的话，自己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仁至义尽了。希望乔琳能够失去自信离开，因为她没有义务照顾这个不是亲的姐姐。说完就走了，但临走前再次强调了自己现在姓许。我姓许，许岩。乔琳听到妹妹说这些话很是震惊，心里边就以为她是绑上了有钱的男朋友，想要赶紧贴亲自己这个贫穷的亲戚。下了电梯后，许岩给姐姐转了1万用作这几天的开销。乔琳二话不说，心安理得的收下了。在回去的路上，许岩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他的出生就不被期待，父母生完姐姐后想要再生个男孩，可自己偏偏是个女孩，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父亲嫌他是个累赘不想要，是姥姥一把屎一把尿将他带到了6岁。后来因为到了上小学的年纪，爸妈迫不得已才把他给接了回去。就在他以为能得到爸妈的宠爱时，看到的却是他们对姐姐的爱。家里煤气罐没有关闭，姐姐和自己都晕倒了，但是爸爸却选择救姐姐。之后也发现了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为了能生活下去，他变得乖巧懂事，学习成绩也是学校最优秀的。但是爸爸却因为家里困难不让自己参加高考，甚至把家里的那份钱供给姐姐复读考大学。许岩真的忍不住了，觉得爸爸根本就不爱自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的证明你们有多么不爱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成为你们的女儿？小时候的许岩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爱自己，自己只有姥姥。爸爸的那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许岩觉得自己真的是被亲人抛弃的人。他跑着回家找姥姥，姥姥，姥姥，来了。其实姥姥也知道自己这个孙女受了很多的苦，就这样奶孙2个人相依为命过了很多年，直到渐渐长大，许岩还是不想回到那个令人痛苦的家里边。突然一通电话将许岩的回忆拉回了现实，原来是沈浩明邀请他来看自己培养的花。许岩听着沈浩明说，面前的这朵花因为一生只开一朵，所以说需要前期不断的经历挫折和打磨才能够绽放出更美的花，这让他觉得沈浩明就像自己要拼命绽放的花一样，自己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只要能跟他永远的在一起，一切都是值得的。可现实真跟他想的一样吗？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那个表姐之前没有听你提过，我们的婚礼要不要邀请她？是远房亲戚，本来也不太熟，还是算了吧。让人万万没想到，许岩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婚礼中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竟狠下心将情同手足的姐姐乔琳说成是远房亲戚，还以各种理由认为婚礼不必邀请她前来。此时的远房亲戚正身处一间狭小且简陋的出租屋内，不仅将豪华的酒店给退了，还将许岩给的钱给退了。给个台阶还不下了，臭妹妹，臭许岩，当没你这个妹妹。然而就在乔琳独自在出租屋内时，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竟是她的前男友发来的。原来前男友这次是因为父母的事情，想要向乔琳道歉，并且请求她能够回到自己身边。可乔琳早已看清了这个渣男的真面目，面对他的请求，只冷冷地在手机上回复了一个滚字。可这渣男并不死心，为了请求乔琳的原谅，他竟来到了那间他们曾经熟悉的理发店。乔琳的父母满心欢喜，还满心期待着能和这位曾经的女婿一起喝酒聊聊天。然而渣男却带来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乔琳已经离开了。我们俩分手了。乔琳的父母得知女儿去了荆州，心里便隐隐觉得女儿此去必然会去找许岩，于是他们心急如焚地拨通了许岩的电话，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挂断的忙音。为了找到大女儿，两位老人没有丝毫犹豫，按照2年前许岩留下的地址，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荆州的路途。当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那个小区时，许岩正好带着沈浩明一家人出现在了小区里。许岩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父母，那一刻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乔
小妍，妍妍。而就在这时，真正的两家人就这样毫无预兆的见面了。许妍精心编织的所有谎言，在这一瞬间如同泡沫一般被无情的戳破。沈浩明一家人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脸上满是愤怒与失望。他们认为许妍是为了骗婚才做出这一系列的事情，于是纷纷开始责怪许妍的所作所为。指责声如同潮水一般向许妍涌来，让她有些招架不住。就在许妍感到绝望的时候，于阿姨轻轻地将她唤醒。原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许妍自己想象出来的场景罢了。就在这时，沈浩明突然说道：“下午3点，3叔的飞机就要到了。”众人无奈之下，只能暂时放弃做客，选择去接机。在送别沈浩明一家人后，许妍的爸妈也发现了他，随后他们也来到了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于是真假父母在此刻戏剧性的相见了。假父母看到情况不妙，连忙解释自己是婚庆公司的人，然后便匆匆离开了此处。真父母看着即将结婚的许妍，内心开始慌张起来。他们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隐瞒这么多事情，而此时的许妍却冷冷地说出自己不打算邀请父母前来参加自己的婚礼。这句话如同利刃一般刺痛了父母的心。愤怒的父母刚要发作，许妍却将姐姐的地址告诉了他们，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许妍的父母按照地址来到了大女儿乔琳的出租屋内。在寸土寸金的荆州，乔琳只能合租一间小小的房间，生活过得十分拮据。这次她打算在荆州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开启新的生活。在与父母的交谈中，乔琳竟然得知了妹妹许妍竟然打算结婚的消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她来到了许妍的家门外。就在家门外，乔琳看到了许妍的假父母，随后从许妍那里得知了一切真相后，乔琳终于明白了妹妹最近做出这些荒唐事情的原因。你说你如果以后跟沈浩明结婚了，你打算怎么办？继续骗他一辈子。原来许妍一直渴望嫁入沈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不惜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甚至伤害到了身边最亲近的人。然而许妍却觉得以后的事情可以以后再慢慢解决。在她看来，为了能够嫁入沈家，自己只能做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事情。此时的许妍眼中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光芒，她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当她第一次看见沈浩明的时候，仿佛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明。沈浩明是她见过唯一一个对她负责的人，在她心中，沈浩明就是那个能带她走出困境、走向幸福的人。为了这份所谓的幸福，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那万一沈家人知道怎么办？你怎么收场呀？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你还打算继续骗呀？你说你这么聪明，你干嘛干这么愚蠢的事儿呢？在他看来，谎言终究有被拆穿的那一天，到那时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可能化为泡影。可此时的许妍却陷入了自己的执念之中，她觉得自己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而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更是她生命中的救赎，是她无论如何都要紧紧抓住的。在她心中，事业和爱情缺一不可，她坚信自己有能力将这两者都牢牢掌控在手中。告别姐姐后，许妍独自坐在家中，品尝着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就在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原来沈浩明在查看婚礼名单时，发现自家那边来参加婚礼的家人数量众多，而许妍这边却只有她的爸妈和2位同事。许妍见状只好无奈地解释，称家中亲戚平时不常走动，彼此关系比较疏远，所以不想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婚礼。就在这时，沈浩明不经意间提到了姥姥，他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诚恳地说自己想陪着许妍一同回去探望姥姥。许妍心中一紧，她深知如果沈浩明一同前往，自己的谎言将会彻底暴露。于是她急中生智，以公司业务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她亲自处理为由，巧妙地拦住了沈浩明。挂断电话后，许妍陷入了沉思，她绞尽脑汁地思索着该如何继续圆这个谎言。就在这时，母亲的电话打了进来。母亲在电话那头鼓起勇气说，自己毕竟是许妍的父母，无论如何都想要参加女儿的婚礼。然而没等母亲把话说完，许妍便心急如焚地挂断了电话。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意外，她迅速将电话备注中原本的妈改成了母亲的真实姓名。经历了这场电话风波后，许妍决定搭乘大巴车回到那个熟悉的姥姥家。当大巴车缓缓停下，高叔开着那辆3蹦子前来接他。坐在3蹦子上，许妍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个充满温暖和回忆的地方。3蹦子一路颠簸前行，终于停在了姥姥家的小院前。许妍迫不及待地走进院子，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忙碌的姥姥。姥姥正站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摘着桂花。许妍心中一酸，赶忙快步上前，轻轻扶着姥姥从凳子上下来。随后她挽起袖子，帮助姥姥采桂花。这不是今年嘛，雨水多，天又冷，我怕呀，这些桂花要是再不摘完的话，过了花期了，以后甜甜的桂花酱就做不了了呀。然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夜幕降临，许妍和姥姥坐在院子中的石凳上，吃着新鲜的水果，月光洒在他们身上，为这个宁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温馨。许妍犹豫了许久，
终于鼓起勇气向姥姥说起了自己谈的那个男朋友，还提到自己打算下个月就结婚。姥姥听到这个消息，脸上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许岩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悦，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随后他缓缓地说起了爸妈来到了荆州，还表示自己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多少感情，所以不想让他们来参加婚礼。姥姥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不会让他们再去荆州了。姥姥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许岩，她原本打算把许岩的婚礼办得漂漂亮亮的，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幸福。然而许岩却委婉地说起路途太远了，不希望姥姥太折腾。可听到许岩这样说，她知道许岩有自己的难处，于是姥姥便说起自己不想去了，并让他以后带来结婚照片就行。那一夜对于许岩和姥姥来说都是一场揪心的夜晚。当许岩将剩下的水果放进冰箱时，意外地看到了冰箱中满满的都是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那一瓶瓶桂花蜜仿佛是姥姥对她无声的爱。许岩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对姥姥的感情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爆发，那些被他压抑在心底的思念和愧疚，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我一定会接你到荆州去的，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在返程的途中，许岩再次回想起以前，家里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只有姥姥记得，每年都会把他叫回来过。是姥姥供他读完高中考上大学，上大学的时候是姥姥拿出一辈子的积蓄给他，所以许岩什么都不在乎，他只想赚很多很多的钱，让姥姥过上好日子。所以上大学后，他一个人打好几份工，给别人当家教，穿上厚厚的玩偶服宣传，在饭店干服务员，一直忙到深夜都舍不得打车，把赚到的钱除了留够生活费，全部都给姥姥打了回去。哎呦，妍妍，你怎么又给姥姥寄钱了呢？姥姥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钱的，倒是你在外面读书，你肯定花钱的地方很多呀。吃饭你不许给我省啊，多喝牛奶，多吃鸡蛋，还有那个叫什么维生素、营养补充啊，对吧？我知道了。这么多年，要不是姥姥，他也不会坚持到现在。我告诉自己，只有通过勤奋和努力，才能帮自己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只有让自己强大，才是一劳永逸的事。只有达到所有的目标，才能弥补我所有的过失。回到荆州后，许岩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变化。刚与他见面的沈浩明满心欢喜地送给他一颗20克拉的大钻戒。此时的许岩心中五味杂陈，他深知自己曾经为了某些目的撒下了谎言，如今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弥补那些过失，去报答那些自己对不起的人。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意外地见到了一个老朋友方磊。陈总好，我叫方雷，接下来为您汇报178号地的风险评估报告。方磊身着干练的职业装出现在沈浩明面前，随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给沈浩明介绍对于本次竞拍土地的看法。他的见解独到而深刻，让沈浩明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下班之后，沈浩明特意找上了方磊，他心中充满了好奇，便问起方磊为何一声不响地回国并来到自己的公司。方磊嘴角微微上扬，打趣地回绝了这个问题。接着他拿出了一张曾经大学时期沈浩明送给自己的衣服照片。你大2的时候在皮划艇大学生联赛上赢得了这件奖品，我说喜欢，你二话不说就送给我了，我超级开心。然而他们二人的举动却被一旁的许岩看得一清二楚。许岩发信息告诉沈浩明自己已经到楼下了。接到信息的沈浩明下意识地向方磊展示起手中的戒指，语气坚定地说自己准备结婚了，还表示有机会会介绍给他认识。说完他便匆匆告别了这位老同学。但很快许岩和方磊便迎来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许岩打听到方磊在学做菜，便也来到了厨房之中。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说起二人似乎在金达集团见过。方磊微微一愣，随即露出了礼貌的微笑。你好，我是许岩。你好，我是方磊。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此时的方磊也说起了他们家与沈家是世交，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许岩听后心中暗自警惕，他将方磊当成了潜在的对手，表面上却亲切地称方磊为妹妹。这看似友好的称呼，实则是在向方磊宣示着自己的主权。随后许岩看着方磊做好的沙拉，他便上前请求品尝一块。吃完后，他热情地邀请方磊去吃饭。在饭桌上，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十足。方磊看着细心照顾自己的许岩，便说起在留学的时候沈浩明对自己的照顾。他还提到以后在公司可能还要麻烦沈浩明。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眼看在言语上似乎占不到上风的方磊，便说起了许岩这么漂亮，和沈浩明即将要结婚，自己准备给二人当伴娘。在这场爱与较量的复杂乐章中，许岩、沈浩明和方磊三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他们的故事有将会如何发展？女人伪造身份，终于如愿嫁入豪门，为了不被人揭穿，自家那边的亲戚一个都没请。就在他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还是被熟人给认出来了。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岩？
我是有点像啊。许岩看到熟人后，整个人都惊呆了，因为假扮他父母的人冒充的就是同学父母的名字。当初自己就是借用同学的关系骗到了人家的签名，为了不被看穿，她连忙找理由要将两人支走。可没想到丈夫一家人已经过来了。这两位是？没办法的，她只能硬着头皮解释。眼前的两位是大学同学父母，原本就想着打个招呼就行，怎料假父亲却多嘴将人家邀请了进去。此刻许岩杀了他的心都有了，但他只能赶紧进去应付。吃饭敬酒的时候，许岩紧盯着另外一桌，看到他们过去敬酒的时候，立马就赶了过去。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哦，建筑行业。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那个书叫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我爸爸主攻的是可持续建筑课题。我研究的方向是建筑五大力学。咱们虽然是同行，但相差甚远。为了不露馅，许岩不停地圆场，同时悄悄拍了拍假母亲的后背。女人立马心领神会，假装不小心碰到酒杯，将里面的酒泼到了对方的衣服上，最后以换衣服巧妙缓解了这一局。许岩走后，沈浩明带着一个女人来敬酒，对众人说是自己的妹妹。女人明显愣了一下，这个女人的出现让许岩也产生了一点危机，因为早在婚礼前，许岩就发现她回国后直接入职了金达集团，而且和沈浩明关系匪浅。到了新婚夜，女人再次给沈浩明发消息，约他到无边泳池见面。沈浩明本不想理会她，可女人却以死相邀。沈浩明无奈之下看了看许岩，然后出去了。来到泳池边见女人没有事，便准备离开。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不要轻易说淹死这个词。今天是我的婚礼，你这样闹有意思吗？两人在这里谈话，殊不知一切都被许岩看在眼里。沈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你是说那个女人吧？你别以为她是什么纯情小白兔，她一见面就跟我装亲热装姐妹，不就是想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许岩就这样默默看着女人对沈浩明表白，脸色很是平静。隔天，沈浩明和许岩准备去度蜜月，白莲花又出来恶心许岩，说以前沈浩明带着他去过好多地方，吃过好多餐厅。许岩丝毫不示弱，直接反击回去。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喝了酒就别进泳池，容易被淹死。女人这才反应过来，昨晚她所做的事都在许岩的掌控中。许岩跟沈浩明结婚蜜月后，便带着他去乡下见了姥姥。姥姥看见后很是高兴，还亲自下厨做了好多菜。而沈浩明看见姥姥很欢迎自己的样子，心里很是温馨，但他更想要多了解许岩以前的生活。许岩在门外听见两人的对话，担心露馅，便拿着婚纱照来到厨房，以挂相片为由将沈浩明给叫走了。晚上许岩跟着姥姥一起睡觉，姥姥忍不住还是将乔父的肿瘤的事说了出来。虽然说这个人当爸爸十分的不称职，但还是希望许岩能去看一下。我知道你对他是什么看法，但你这次结婚不是也没有请他去吗？他现在得了病，姥姥觉得你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的。许岩听完后并没有给姥姥准备的答复，不停地找事情打岔。隔天一大早，姥姥特意邀请沈浩明一起去早市买菜，沈浩明二话没有说就同意了。一路上，姥姥不停地夸沈浩明，帮许岩说好话，而他说这些就是为了铺垫后面的那几句。如果他犯了什么错，你就多包容，行吗？行。姥姥认为许岩嫁进沈家肯定使用了不正当手段，所以才这么跟沈浩明说。殊不知沈浩明早已知道一切。离开前，许岩还是心软了，悄悄地给父亲了一些钱治病。回到荆州后，沈浩明给了许岩一个惊喜，送给他一座四合院，用于他工作和邀请好姐们。许岩听完后都惊呆了，这样的人他怎么能不心动呢？而沈浩明看着许岩一言不发的样子，表示她是自己的妻子，自己会协助她完成任何的愿望。进去后，沈浩明看到上个业主给孩子量身高留下的痕迹，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可许岩却回想到了小时候一家人都忽略了自己，从来都是给姐姐量身高的场面。沈浩明见她失落的表情，便向许岩索要口红量身高。许岩那一刻心里便很感动，更是有很多的触动小时候没有完成的那些心愿，丈夫帮自己已经完成了。两个人深深地看着彼此，本以为日子会这么幸福下去，可许岩的对头却揪着她不放，将假扮他父亲的人找了出来。谁也未曾料到来到荆州后干起化妆品推销员的乔琳，竟然意外地遇上了自己大学时期暗恋的同学于一鸣。刹那间，乔琳心中涌起一阵惊喜。然而就在她刚要迈出步伐追上去的时候，舍友突然冒了出来将她拦住。我要试妍雅。哦，原来舍友是来试用化妆品的。乔琳心中虽有些无奈，但还是热情地接待起来。可谁能想到舍友这一试用，便耽搁了乔琳大量时间，而且最终一个化妆品也没买。乔琳无奈之下只好拿出规定，告知舍友一个人一周只能试用6次化妆品。没想到舍友不但不理解，反而声称之前没这个规定，还警告乔琳小心自己投诉他。说完便匆匆离开了，留下乔琳呆愣在原地。下班后，乔琳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出租屋，刚进门就意外听到了舍友在打电话。你们别舍不得花啊，早上吃几个鸡蛋都算来算去，哪能几个钱呀？好，
知道你能赚，但是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啊。从电话内容中，乔琳得知舍友省下化妆品的钱是为了能让远在老家的父母过上好日子。这一刻，乔琳心中五味杂陈，被舍友的孝心深深打动。她没有丝毫犹豫，拿出一堆化妆品送给了舍友。这些都是你试过的试用装，我带了点新的回来给你，以后你就自己在家画吧，别去柜台麻烦我了啊。你老去柜台麻烦我，我就净得伺候你了，我怎么赚钱呀？舍友收到化妆品后，或许也觉得过意不去，便搬来一箱牛奶作为感谢。这份朴实的情谊让出租屋里的氛围多了几分温暖。可命运似乎并未打算就此放过乔琳。第二天在库房搬运物品时，意外突然降临，经理接了个电话的间隙，乔琳的手臂不慎被上方掉落的货物砸到，钻心的疼痛袭来，但乔琳咬着牙还想坚持继续工作。好心的经理见状赶忙劝说她去医院，于是在舍友的陪同下，二人匆匆赶往医院。来到医院后，乔琳独自走进门诊室，医生一番熟练的操作后，成功将乔琳的手臂复位，并给她戴上了手臂吊带。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就在这时，医生缓缓摘下了口罩，乔琳定睛一看，竟是当天在商场遇到的暗恋同学于一鸣。一时间，乔琳又惊又喜，心中泛起层层涟漪。于一鸣关切地询问起乔琳家人的情况，得知乔琳的家人都在老家，只有许岩还在荆州。原来于一鸣曾向许岩表白却被拒绝，此次见到乔琳，便想通过他再次见到许岩，于是提议让许岩来医院接乔琳。不久后，许岩匆匆赶到医院，看到受伤的乔琳，他急忙询问情况，得知并无大碍后，便与这位曾经的老同学于一鸣聊了起来。于一鸣看着眼前曾经的白月光许岩，心中满是感慨。二人开始深入了解彼此的现状。交谈间，于一鸣注意到许岩手上那枚耀眼的20克拉大钻戒。你结婚了？上个月。瞬间明白二人之间已再无可能，心中不禁涌起一丝失落。随后他默默返回了自己的科室。然而此时的乔琳却已被于一鸣深深吸引，目光始终追随着他的背影。随后许岩带着乔琳回到那间狭小且简陋的出租屋，看着屋内仅有一个卫生间，家具也不齐全的环境，并且他看出乔琳铁了心要留在荆州打拼，便决定帮他改善居住条件，同时也为了减少自己日后的麻烦。当天晚上，搬家人员便上门准备将乔琳的东西搬到对面的房子里。乔琳本想拒绝，他觉得这样太麻烦许岩了。许岩见状便提起小时候乔琳对自己的帮助，这份情谊许岩从未忘记。就在乔琳依旧有些犹豫时，许岩说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抗拒的理由。我忘记告诉你，新家公寓邻居是于一鸣，不要搬了，几位大哥。搬得搬。那个对不起啊，刚刚那个我帮你们搭包去。当听到新家的邻居是于一鸣，乔琳的态度立马360度大反转，立马就搬家。许岩对这个姐姐很了解，他也知道姐姐一直都暗恋于一鸣，所以他就是故意这么做的。乔琳搬过去的第一天大早就收到了于一鸣的早餐，这让他万分惊喜。乔琳啊，你手不方便，给你买个早餐。许岩一心盼着姐姐乔琳能过上好日子，他不仅精心安排让于一鸣成了乔琳的邻居，还特意拜托于一鸣在生活上多多照顾姐姐。对，一会儿我把食堂菜单发给你，中午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走了，拜拜。此刻的乔琳拿着手机专注地翻看着菜单，脑海里满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却不知一场风波正悄然酝酿。另一边，许岩的前男友林涛正在家中遭受父母的严厉训斥。原来林涛父母得知乔琳的父母购置了一处门市房，便不假思索地认定那是用了他们给儿子的彩礼钱。老两口气愤不已，责令儿子立刻去把彩礼钱追回来。林涛无奈之下只得发消息给乔琳，却惊愕地发现自己的微信和电话都被拉黑了。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前往荆州，去找已成为家宴主持人的许岩。当林涛赶到许岩之处，却被安保人员以没有证件为由拦了下来。他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里面，心中满是焦急与愤怒。而此时的许岩正和于一鸣在公司外面的餐厅见面。然而二人见面，一方面是为了感谢于一鸣对乔琳的照顾，另一方面于一鸣也希望能劝说许岩和乔琳缓解关系，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姐妹。然而许岩心中有着自己难以言说的过往，那些经历如同伤疤，不愿轻易被人揭开。他打断了于一鸣的话，表示保持现状就足够了。就在这时，林涛竟意外找了上来。他看到许岩和于一鸣在一起，顿时怒火中烧，认定是许岩在背后捣鬼，才导致自己和乔琳分手。许岩见状，急忙起身准备出去和林涛好好解释，可林涛情绪激动，一把将他推倒在地。恰在此时，许岩突然瞥见之前刁难自己的同事出现在餐厅外面，他深知自己目前的身份不宜暴露，情急之下便对林涛说可以带他去见乔琳。林涛信以为真，二人匆匆离开了餐厅。等那位同事来到餐厅
时，于一鸣并未提及刚才发生的事情，表示刚刚二人只是撞在一起，没什么事情。随后，许岩带着林涛来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说给林涛听。可林涛却固执的认为分手是别人的错，始终不肯面对现实。许岩见状，严肃的告诉他，二人已经分手，没有任何关系了，不允许他再去干涉乔琳的生活。为了彻底解决此事，许岩还提出自己可以把彩礼钱全还给他。然而林涛却依旧不依不饶，眼看没办法从许岩这里得到满意的结果，竟准备去许岩的公司耍无赖。哎，这准是彩礼的事吗？我要的是人。我不知道。不说是吧？那我就天天来，我上你们单位去要人，上你婆家去要人，你不是下去挺好吗？我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许岩看着眼前这个如此不讲道理的人，心中满是厌恶，压根不想再与他纠缠，随便你，直接转身离开了。